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我们先别急着讲道理，也别谈心理学，先从一个你一定见过，甚至正在经历的现象开始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在很多关系里，越是那个付出多的人，反而越容易被忽视、被习惯、被当成理所当然，而那个看起来没那么上心的、话不多的，甚至有点冷的人，反而更容易被在意。这件事发生在爱情里，你不陌生；发生在婚姻里，更常见；甚至在亲情里也一样。有些人谈恋爱的时候是拼命型的，消息秒回，事情全包，对方一句话，他能想3层意思，生怕慢一点、少一点就对不起这段关系。可时间一长，他反而成了那个最容易被敷衍的人。不是对方突然变坏了，而是他的位置在不知不觉中变了。你可能听过这样的话，他就是太好了，他什么都愿意为别人做，没有他，这个家真不行。这些话听起来像夸奖，但真正经历过的人都知道，这类好往往不值钱，因为它稳定、持续，没有门槛，久了就变成了背景音。你再把这个画面换到婚姻里，有一类人结婚之后，主动承担更多家务，更多情绪劳动，更多妥协。他不太计较，因为他觉得一家人没必要算那么清楚。可慢慢的，他发现一个很残酷的变化，当他哪天累了想停一下，反而会被质疑，你怎么变了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你会突然意识到，你曾经的付出并没有被当成选择，而是被当成了你本来就该这样。在亲情里，这种情况更隐蔽。有的孩子从小就懂事，不吵不闹不添麻烦，家里有事永远是他先退一步。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往往是他成了那个被忽略情绪、被默认能扛事、被要求继续懂事的人。而那个更闹的、更不讲理的，反而更容易被照顾。不是父母偏心，而是人的注意力天然会流向有张力的地方。到这里，你可能已经开始点头了。你不是没付出，你不是没用心，你只是慢慢发现了一件很让人心寒的事：你越努力维系关系，这段关系反而越不需要你被珍惜。很多人卡在这里，会开始怀疑自己，是不是我不够好？是不是我给的还不够？是不是只要我再忍一点，对方就会懂？于是付出变得更用力，界限变得更模糊，委屈变得更习惯，而珍惜没有如期而至。但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却很少被点破的事实：问题从来不在于你给的多，而在于你给的方式让你的位置悄悄往下滑了。只是大多数人当下是意识不到的，因为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并不是卑微的，你是真心的、认真的、带着责任感的。可关系这件事有一个很现实的逻辑，你付出的方式会不断教育对方，你在这段关系里处在什么位置。我知道你可能会有点不舒服，因为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在暗示你自找的，但先别急，
我不是要怪你，也不是要你立刻改变什么。在这一部分，我们只做一件事，把越付出越不被珍惜这个现象彻底看清楚。因为只要你还停留在我是不是不够好，我是不是该再多给一点这个层面，你就永远走不进真正的问题核心。真正的问题不是情感不够，不是人心变坏，而是付出这件事本身存在一种错位逻辑，而这个错位正是很多关系慢慢失衡，慢慢变冷，慢慢让人心灰意冷的起点。在第二部分，我会慢慢带你走进这个核心。为什么在很多关系里，你的付出反而在不知不觉中降低了你的位置？为什么对方并不是故意不珍惜，而是被一种很现实、很人性的机制推着走？不是技巧，不是教你怎么对付别人，而是把这套逻辑讲透。你先不用急着改，只要听懂。在上一部分，我们只是把一个现象摊开看清楚，但如果只停在原来大家都这样，其实一点用都没有。真正重要的是，这件事是怎么一步一步发生的。因为绝大多数关系里的失衡，从来不是某一天突然崩掉的，而是一个很安静、很缓慢，几乎没人提醒你的过程。我们先说一句可能有点扎心的话，关系里真正决定你位置的，从来不是你付出了多少，而是你付出的时候，是不是还站在一个有选择的位置。这句话你先放在心里。很多人一开始付出的时候，状态其实是很健康的，他愿意是因为喜欢，他多做一点是因为开心，他让一步是因为不想计较。问题不在这里，问题出现在什么时候？出现在当付出从我愿意慢慢变成了我应该，而你自己往往是第一个没有察觉到的人。我给你描绘一个非常常见的心理变化路径。一开始你对一个人好是主动的，你做这些事的时候心里是有余地的。后来你开始发现，如果你不这么做，关系就会不顺，气氛会变冷，对方会不高兴，于是你开始提前付出。再后来你发现，你一停，对方就会失望，甚至反过来指责你。到这一步，你的付出已经不再是礼物，而变成了一种维持关系稳定的成本。这就是错位的第一层。你把付出从情感表达变成了关系底盘，而底盘这种东西是不会被感谢的。你可能会问，那对方难道感觉不到吗？难道他真的这么冷血？这里就要说一个非常现实也非常人性的事实，人对持续稳定不设边界的好会自动降低感知，不是故意的，是大脑的工作方式。就像空气，它很重要，但你不会每天感谢空气。当你的付出稳定到一定程度，它在对方心里会悄悄完成3次降级。第一次，从被感动变成被期待；第二次，从被期待变成被依赖；第三次，从被依赖变成被默认。到最后，它已经不再被当成一种选择，而是被当成一种背景设定。
而你的位置也在这3次降级中一点一点往下滑。不是你不重要，而是你太确定了。再说一个很多人都会忽略的点，当一个人长期先付出、兜底、补救，他在关系里其实承担的是一种角色——稳定器。而稳定器有一个很残酷的命运，只要它还在运转，就没人会注意它。只有当它停了，大家才会慌。可这个慌并不等于珍惜，更多时候只是不习惯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？当你开始减少付出，对方的第一反应很少是不是我哪里没照顾到你？更多是你怎么变了？你怎么不一样了？这句话本身就已经说明了问题。你在这段关系里的价值被绑定在你能不能持续付出上了。这就是错位逻辑最狠的地方。你本来是想靠付出换取理解、靠近和珍惜，但结果却是你用付出把自己固定在了一个不能停的位置。而一旦你不能停，你就不再拥有选择权。这里我必须再强调一次，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对方并不一定是坏人，很多时候他只是顺着你给出的关系说明书在走。你教会他的不是如何爱你，而是你会一直在。所以问题真正的核心从来不是我该不该付出，而是我在付出的时候有没有保留我也可以不这么做的空间。一旦没有，关系就会开始倾斜。到这里你可能已经隐约明白了，错位不是发生在情感层面，而是发生在位置层面。你不是爱的不对，而是你在爱的时候把自己放到了一个很难被珍惜的位置上。到这一刻，其实有一件事已经很清楚了，问题从来不是你值不值得被珍惜，而是你在关系里把付出放在了一个什么位置。很多人一听到这里，脑子里立刻会冒出一个念头，那是不是以后就不要付出了？是不是要变得冷一点、酸一点、狠一点？不是，至少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如果你听到最后只得到一个结论叫以后少付出一点，那这整件事其实你只听懂了一半。我们先慢慢把一个概念放稳。真正的问题不是付出本身，而是付出有没有位置感。什么叫位置感？就是你在给的时候心里是不是清楚，这是我选择给的，不是我必须给的。这两种状态从外面看起来很像，但在关系里结果完全不同。我给你一个很贴近生活的对比，同样是一顿饭，一种情况是你今天心情不错，你愿意做，你做的时候心里是松的。另一种情况是你不做，关系就会紧张，气氛就会变差。你被迫去做，动作一模一样，结果却完全不同。第一种是付出，第二种是补位。而关系一旦开始靠你补位来维持，你就很难再被当成一个有边界、有重量的人。很多人真正的困境在于，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累，而是他不敢停。为什么不敢停？不是因为
对方有多强势，而是因为他心里默认了一件事：如果我不这样，这段关系可能就不稳了。这句话本身就是所有错位的根源。我想请你认真想一想，一段关系如果必须靠你持续牺牲、持续压抑、持续兜底才能维持它的和平，那他真正珍惜的到底是你这个人，还是你提供的功能？这个问题很现实，也很残忍，但它值得被正面看见。真正健康的关系里，付出是有弹性的，你给，对方会感受到；你停，对方会意识到；你退一步，对方会往前一步，而不是你给是应该，你停是问题，你退是你变了。这里我要说一句很重要，但很多人不太愿意听的话：被珍惜从来不是靠证明价值换来的，而是来自于你本身就站在一个不能被随意消耗的位置。这个位置不是你争来的，也不是你讲道理讲出来的，它来自于一个很简单但很稳定的事实：你随时可以选择给，也可以选择不给。一旦你有这个空间，关系的重心自然会回到中间。你会发现，当你不再用付出来稳住关系，反而开始被认真对待，不是因为你变冷了，而是因为你重新拥有了选择权。而选择权才是关系里真正的重量。到这里，我不会教你具体怎么做，不会告诉你哪句话该说，哪一步该退，因为这些都不是根本。真正重要的只有一个认知：付出永远不该是你存在的证明，而应该是你状态好的时候自然流出的东西。一旦你开始用付出来证明自己值得被爱、被需要、被留下，你就已经站在了一个很难被珍惜的位置上。如果你现在正身处一段越给越累、越给越空的关系里，我想对你说一句很实在的话：你不需要立刻改变什么，你也不需要马上做决定，你只需要在心里轻轻把一件事放回原位。你不是靠付出来换位置的，你本来就应该站在那个位置上。最后，用一句话收住今天的内容：关系里最容易被忽视的人，往往不是不重要，而是重要到从来没有离开过。但真正被珍惜的，从来不是那个一定在的人，而是那个愿意在，也有能力不在的人。卢叔送你一句话：真正被珍惜的，从来不是你付出了多少，而是你有没有在付出中站稳自己。这里是卢叔讲经典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